第176章不留问题。下嘴唇区，尖牙街13号。身材肥胖、肤色深棕、眼睛较小的乌丽卡坐在沙发上，用晒干的焦黄烟叶将近10种南大陆特产的草药和香料一层又一层裹在里面，剪成了长条状。然后他把这自制的东拜朗烟拿在手中，凑至手下点燃靠近的火柴，看着前部一点点发黑变卷，现出亮红。咬住尾端，深深吸了一口后，乌丽卡缓慢吐出染着点浅蓝的白色烟气，满足地对旁边单人沙发上的来客道：“这才叫香烟，真正的香烟。北大陆那些只适合孩子们。”单人沙发上的来客是位40来岁的男士，鼻梁高挺，眸色净蓝，五官线条较为柔和，黑发浓密微卷，肤色不算深，但也谈不上白，似乎是鲁恩人与拜朗人的混血。他闻言呵呵一笑，用都坦语回应道：“很可惜，我对任何一种香烟都不感兴趣，恩佐，你完全不会享受生活。”乌丽卡话音未落，源于本身途径的强大灵性就让他有了些许危险预感。这来的是如此突然，如此急迫，让乌丽卡瞬间就判断出问题不小。他还未来得及从原本的位置扑出，眼前就一片黑暗，仿佛直接看见了外面的深夜，有了强烈的睡意，发自内心的感觉安宁。整条尖牙街，不管是亮着灯火还是熄灭了光芒的房屋，这一刻都变得异常安静，似乎里面根本没有生灵居住，或是全部在同一秒钟进入了沉眠。就在这个时候，口中鼾声发出，身体歪斜软倒的乌丽卡豁然蹿了起来，眼中迷糊与清明奇异共存。他的背后不知什么时候已贴上了一个肤色苍白到近乎虚幻的小女孩。这小女孩眼周发青，嘴唇深黑，眸子幽幽地注视着侧面，惨白透明的手脚都钻入了乌丽卡的身体，似乎是一个无法摆脱的灵。她的存在带来了源于精神体的寒冷，让乌丽卡勉强抗衡住了不正常的睡意，强行挣脱了梦魇的影响。乌丽卡还未完全恢复清醒，就本能冲向了楼梯口，并伸出双掌往前用力，仿佛在推开一扇并不存在的大门。转瞬之间，一扇布满神秘花纹、无法具体描述的青铜色大门出现在了乌丽卡的前方，摇晃着，吱呀着，裂开了一道缝隙。缝隙之内是无法看到尽头的黑暗，那里面有一只又一只难以名状的眼睛密密麻麻地望向外界，同时缝隙处大量蠕动的奇异的暂时还看不清的事物正疯狂涌进。乌丽卡正要继续发力，主动地打开大门，让后面的恐怖世界降临于尖牙街，忽然看见了一双半透明的苍白手掌凭空跃出，穿透深邃的黑暗，按在了内侧的门缝处。这双手掌没有源头，不连接身体，腕部血淋淋的，不知被谁切断了。两边同时发力，神秘的青铜大门停在了那里，既不能合拢，也无法敞得更开。13号房屋的上空已成为灵物的索斯特在无形力量的簇拥下，半飘半浮的立于那里，双手捧着一个黄金铸就的日冕，缓慢举向了高处。当这金色日冕终于超过索斯特的头顶时，灿烂的光芒陡地流淌而出，快速勾勒，集聚为一。忽然间，半空仿佛有一轮太阳从虚空里跃了出来，将全部的光与热挥洒向了尖牙街13号那栋房屋。它们没有造成一点伤害的穿透建筑，落到了那青铜大门之上，笼罩了就在门前的乌丽卡。乌丽卡的表情顿时变得极为痛苦，她背后那苍白至透明的小女孩一下发出凄厉的惨叫，却又被阳光堵了回去，汹涌着淹没。她扭曲了起来，飞快蒸发，并有丝丝黑气溢出，消融在了那光的海洋里。这栋房屋内再没有一个阴暗的地方。等到阳光淡去，那难以描述清楚的青铜大门已然消失不见，地面则躺着一具外表青黑骨胀、冒着淡黄油渍的尸体。刺啦一声，那尸体从中裂开，内部窜出了一道瘦小的身影。这人影有着与乌丽卡一模一样的长相，但肤色呈现墨汁沾染般的乌黑，身高只有1.23米，体表流淌着粘稠的浓液。他刚一出来，就以夸张的速度冲到楼梯口，钻进地下室，打开了预先准备好的秘密通道，向着前方一路狂奔。也就是10来秒的功夫，缩小黑化版的乌丽卡看见了出口，看见了希望。他没有大意，右手轻轻一握，体内又钻出了7、8道透明虚幻的身影。它们外形奇异，就像融合了人类、植物或某些动物特点的畸变体，有的拖住了乌丽卡的手臂，有的抬起了他的双腿，要带着他狂野飞行。紧接着，机关按钮深陷，齿轮吱嘎转动，
出口之门猛地打开，现出了外面安静黑沉的街道一角。再往前则是一条条可以俯视的道路，是道路两侧的房屋，是荡漾着红月光芒的大海。乌里卡正要在灵的帮助下飞出秘密通道，混入古拉因城别的区域。眼中突然映照出了一片笼罩着薄雾的湖水，那湖水波光粼粼，有着静谧的美感，中央涟漪一圈圈荡开，缓缓浮上来了一道美丽又虚幻的身影。这是一种强大的灵，在人类传说里常被冠以湖中女神的名称。死灵导师实力的强弱，很多时候要看他们究竟能找到并驱使哪些王者和自然灵，这一点对灵巫来说同样如此，只不过死灵导师更偏王者，而灵巫更擅长驱使自然灵。这时乌里卡身周那些透明奇异的身影纷纷发出了惊恐单调的声音，丢掉手中拖着抬着的手臂和双腿，风一般钻入了那漆黑瘦小的身躯内。扑通一声，乌里卡摔在了地上，但却没感觉到疼痛，因为强烈的睡意凭空袭来，一阵阵袭来，让他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境。出口处，身穿通灵者长袍，涂着蓝色眼影和腮红的戴利西蒙尼不知从哪里走了出来，望着里面那只有1.23米高的漆黑乌里卡，直接开口道：他融合的死灵很奇怪，如果没有活着的人类身体作为房屋，很快就会枯萎消散。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获取情报。旁边的阴影里，伦纳德·米切尔走了出来，略感诧异的看了戴利西蒙尼一眼，道：你不是死灵导师吗？怎么能驱使湖中女神？你不是诗人吗？为什么不会写诗？戴利没好气的回应道。街道另外一侧，不算太陡峭的崖壁上，一道人影抓着突出的地方，快速往下移动，迅速就落到了下巴街的阴暗角落里。他肤色较浅，眼眸偏蓝，头发乌黑浓密，微微卷起，正是刚才在下嘴唇区尖牙街13号乌里卡家中做客的恩佐。恩佐不是灵教团的成员，属于当初在玫瑰学派蛊惑下叛逃出生命学派的那批人，而且他并非要视途径能成为吸血鬼的那些非凡者，也不崇拜原始月亮，只是单纯不想再接受老师和老师的老师制定的种种规矩，希望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希望能尽情利用自身赢家的优势。这样的心态让他对玫瑰学派放纵系的理念极为认可，没用多久就正式加入了他们，尽情的满足起各种欲望。这一次他是代表玫瑰学派来古拉因与灵教团联络，探讨几件事情上合作可能的，可没想到漆黑王者乌里卡竟然遭遇了黑夜教会的突袭，高规格的突袭。还好我擅长反占卜，黑夜教会的人事前并不清楚我在乌里卡那里，对我不够重视，将我当成乌里卡的手下，让我找到了脱离中心区域的机会。而且那阳光主要净化有着死亡、邪恶或污秽力量的事物，对我伤害不是太大，那应该是半神层次的攻击。恩佐走在街道侧方的阴影里，难以遏制的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逃出很长一段距离后，他转身望向了后方，发现并没有人追赶自己，顿时长长松了口气，喝了一声道：赢家就是赢家，永远是赢家。恩佐恢复了往常的自信，带着微笑前行到了街道某处，然后转向左侧，沿着阶梯快速下行。那是一座连通了上下好几层道路的陡峭漫长阶梯。尖牙街附近，索斯特忽然睁开眼睛，对伦纳德和戴利西蒙尼道：刚才乌里卡家里还有一个叫做恩佐的人，他是玫瑰学派的成员，序列不低，位置应该比较重要。你们尽快搜查四周，看能否发现踪迹，争取能抓捕成功，不留一点问题。至于别的红手套和辅助的本地职业者，要么再抓其余灵教团人员，要么已在入梦俘虏，希望能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情报。剩下的几位则负责戒备意外，保护同伴。是，索斯特队长伦纳德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戴利在风中抓了一下，将手凑至耳畔，倾听了2-3秒道：附近的小家伙们告诉我，确实有人从崖壁那里逃走。第177章侍奉好运。陡峭漫长的石头阶梯上，红月的光芒照亮了中间部位，在两侧留下了较为浓郁的阴影。恩佐就像正常的夜间路人一样，有点快有些急，却又不显慌乱的一阶阶下行，充分相信着自己运气极好，是人生的赢家，不会被职业者们追赶上来。眼见连通了上下几条道路的阶梯即将走完，曾经是怪物的恩佐忽有所感，侧头望向了最底层最边上的阴影位置。他随即看见一道身影坐在那里发呆，长相和身材因光线问题显得较为模糊，穿着打扮则是典型的东拜朗人。
那身影拿出了一盒火柴，唰的点燃一根，让光明照亮了边缘。恩佐没顾得上借此打量对方的模样，眼前突然闪过了一幅画面，那身影将火柴丢了过来，似乎在赠送礼品，而那火柴临近之后，豁然腾起了夸张的焰流，从中走出了一个穿正装戴礼帽的男子。看见不该看见的画面，听到不该听到的声音，是怪物的日常遭遇。已成为赢家的恩佐早已习惯这一切，想都没想就充分相信自己的预感，猛地合身往前一扑，跃出了阶梯，于下方街道上翻滚了2圈。与此同时，肤色偏棕的密友奥夫陡然起身，扭腰甩臂，将手中那根火柴扔了出去，扔向了恩佐原本所在的位置。那火柴尚未落地，赤红的焰流就已拉伸变长，直窜半空，煊赫而华丽。焰流之中，克莱恩着黑色正装戴半高礼帽，五官俊美偏中性的身影跃了出来，却失去了目标的踪迹。他10多秒前就发现有人沿阶梯快速下行，似乎在躲避着什么，遂怀疑这就是自己的新密友，于是抓紧时间快速做了个梦境占卜，得到了对方与玫瑰学派有关，不是什么好人的启示。有了这样的答案，克莱恩毫不犹豫就准备动手，可惜由于时间较为仓促，他没来得及使用蠕动的饥饿里记录的纸人天使干扰对方的灵性直觉，结果扑了个空。这时他的密友奥夫已离开阶梯最后一层，大步狂奔冲向了刚站立起来的恩佐。恩佐心中一动，未做躲避，只是轻巧侧过身体，就让开了那普普通通的攻击。然后他顺势拔枪，快速瞄准，砰的一声就命中了奥夫的胸口，股股血液流出，密友奥夫摇晃着倒了下去，呼吸飞快变得虚弱。克莱恩则抓住这短暂的机会，身影一下消失，闪现到目标的前方，堵住了他逃跑的道路。恩佐豁然有了种难以言喻不可名状的奇异预感，当即闭上了眼睛，死死闭住。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但身为命运途径的中序列非凡者，相信直觉是本能反应。紧接着，恩佐慌忙转向，试图依靠灵性直觉冲入另一条街道，可是戴礼帽穿正装长相没什么特点的男子又浮现在了他的对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克莱恩的身影不断消失又不断出现，就仿佛正高速奔跑于恩佐的四周，总是能提前堵住对方的路线，却又不做直接的攻击，让恩佐无论转向哪里，有没有使用非凡能力，对面都是穿黑色正装戴半高礼帽的身影。有那么一瞬间，闭着眼睛的恩佐还以为敌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旅行家总是能一个人制造出围攻的效果，也就10秒左右，还未闯出逃生之路的恩佐思绪突然之色，动作一下变慢，脑海和关节里都似乎被人灌入了胶水。旅行与密友大师同样很配，克莱恩刚才闪现时一直与恩佐保持着不到10米的距离，一直在暗中操纵对方的灵体之线。不好，他不攻击，只阻拦，不是为了等职业者，而是另有目的。依旧闭着眼睛的恩佐心中一紧，脚下忽然踩到了一颗石子，身体顿时失去了平衡，重重摔倒于地，让手枪飞出了好几米。扑通，疼痛和震荡让恩佐一下摆脱了那种窒息的状态，重新找回了流畅的感觉。对于这种意外，恩佐并不陌生，作为赢家的他总是能因各种小概率的事情获得优势，攫取胜利。他正要毫不犹豫地冲向侧方一条街道的尽头，直接翻过护栏，跳下大海，依靠命运的安排来摆脱困境，脑海内又闪过了一幕场景。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咳得直不起腰，迈不开腿。疾病，敌人能让我感染疾病，他始终不做攻击，只是堵住我逃离的道路，就是为了让我留在这片区域，难以察觉地染上疾病。恩佐心中先是一惊，旋即涌现出了强烈的欣喜情绪。他随身佩戴的那枚绿华戒指来源于原始月亮的信徒，一经开启就能轻松治疗好各种不算太严重的疾病和伤势，这就是幸运。恩佐假装没有发现周围空气里存在感染性的疾病，双手一撑，窜了出去，按照刚才预想的路线，直奔街道尽头的护栏位置。刚跑了2步，他突然咳嗽出声，不由自主放缓了速度。他的咳嗽没有像正常一样平息下来，反倒越来越激烈，仿佛要把肺部都咳出喉咙。克莱恩戴礼帽穿正装的身影一闪，又来到了目标的背后，保持着近10米的距离。就在这时，恩佐张开了双臂，
让无形的涟漪从体内荡了出去。这仿佛纯粹的精神风暴，肆虐着刮向了周围所有的灵体，在带来强烈眩晕的同时，又传播着灾祸。克莱恩同样有着危险预感，恩佐刚刚张开双臂，他的身体就已消失在了原地，出现于那陡峭阶梯的中段。闭着眼睛的恩佐见没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当即放弃了要解决掉目标才逃离的想法，继续冲向了街道尽头的护栏位置。他有预感，再拖延一阵，部分职业者就会追赶上来，让局面变得更加混乱。而作为一名幸运儿，一位赢家，越混乱越有希望逃离。这个时候，因之前连续变相盲目逃窜的缘故，他又一次路过了被他开枪击中胸口的密友奥夫。奥夫的左手食指之上戴着枚镶嵌红宝石的金戒指，那戒指血光一闪，奥夫胸前的伤势已然蠕动复原，整个人一下弹起，大张着嘴巴扑向了刚好经过的恩佐。他的口腔内舌头似乎失去了食感，变成了一团流淌的血肉。血之花，奥夫戴的正是克莱恩从 X 先生那里获得的血之花戒指。他一方面能随机的使佩戴者放弃思考，变成野兽，另一方面则可以让佩戴者更深层次的掌握住自身血肉，只要没瞬间死亡，没遭遇彻底的净化，再严重的伤势都能蠕动复原。同时，他还附赠一些血肉魔法，是非常适合密友的神奇物品。克莱恩出来找新密友前，不清楚目标究竟属于哪条途径，有序列举，所以做了较为全面的准备，让奥夫戴上了血之花戒指。这样一来，他就能导演一出看似本人为主，密友为辅，实际刚好相反的戏剧。恩佐刚跑过奥夫躺着的地方，膝盖突然一阵刺痛，似乎是因为之前的摔倒受了一定的轻伤。他念头一闪，顺势就蹲了下去，然后感觉一道人影从头顶飞过，扑了个空。奥夫突如其来的袭击依旧没能对赢家产生效果，恩佐正要露出笑容，再次狂奔，心中陡然又有了不好预感，下意识就蜷缩起来，保护住了致命部位。与此同时，密友奥夫猛地膨胀，无声无息炸了开来，一团团血肉化作风暴，席卷了周围好大一片区域，嗖嗖嗖打在了恩佐的身上。克莱恩做的准备之一就是利用蠕动的饥饿变异后的能力，在密友体内种下了血肉炸弹。当的一声，那枚镶嵌着红宝石的金戒指落到了街道石板上，克莱恩的身影随之闪现至恩佐的旁边，他抬起左掌，让手套变得漆黑，仿佛由一个个颗粒组成，口中则吐出了一个满是邪恶堕落意味的单词：缓慢。恩佐幸运避开了大部分伤害，只受了一定轻伤的身体豁然静止了一下，挣扎的动作明显变慢，蜷缩的姿态一点点改变。紧接着，他因疼痛而睁开的眼睛映入了一道身影，穿黑色正装戴半高礼帽的身影。啊！恩佐抖得发出一声惨叫，双手抬了起来，捂住了眼睛，一缕缕鲜血随即从他指缝间沁了出来。怪物！看着地上痛苦扭动的目标，克莱恩眉毛挑了一下，继续操纵起灵体之线，迅速就完成了初步控制。这一次，在没有意外打断后续，处于半疯状态，体表长出了些许鳞片的恩佐也无力反抗，克莱恩相当顺利的就加深了掌握。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恩佐突然翻身站起，收敛了凸显出的少许蛇状鳞片。他以手按胸，对着克莱恩行了一礼，然后走向旁边，弯腰捡起那枚镶嵌红宝石的金戒指，将它戴在了左手食指上，这与另一边的绿宝石戒指刚好成对。克莱恩忍住了用新密友看一看自己的冲动，让恩佐处理起现场残余的血肉和痕迹。做完这一切，他带着密友步入了街道侧面的阴影里，很快消失不见。第178章怪物途径。过了几分钟，连续出现判断错误的戴利西蒙尼和伦纳德米切尔终于赶到了那座陡峭阶梯的顶端。他们一层层下行，速度放得很慢，谨慎地戒备着四周，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可是直到抵达底部，他们也未发现任何异常，甚至没找到有用的痕迹。戴利又往风中抓了一下，将手凑至耳畔，仔细倾听。几秒之后，他环顾一圈道：有开枪的动静，有武器曾经落在前面街道的拐角处。那个叫做恩佐的人死了。谁做的？伦纳德颇感诧异的开口问道。在他看来，因为自己两人刚才的种种不顺利，恩佐实质上已经摆脱了追捕，不存在被玫瑰学派暗中监控的人员出手消灭，抹掉线索的可能。既然如此，
那又是谁把这位疑似序列6、序列5的非凡者杀掉的呢？要知道，红手套今晚的行动预先有借助封印物做一定的反占卜，应该没谁能提前预料到，专门等在这里狩猎逃跑的恩佐。戴笠摇了摇头，那些小家伙没看到，应该是一个很擅长反占卜的非凡者，也许是恩佐的仇敌，本来就预备今晚行动，他简单给出了自己的猜测。然后与伦纳德分头搜索起附近街区，看能否找到被遗漏的线索。趁着这个机会，伦纳德绕至其中一条街道的护栏位置，压低嗓音道：“老头，你有发现什么吗？”他体内的帕列斯索罗亚斯德隔了2-3秒才回答道：“你们刚才应该有听见一声惨叫，并以此修正了追踪的方向，那就是恩佐发出的。他似乎看到了什么极端恐怖、难以名状的东西，能直接对他精神体造成伤害和污染的东西。”伦纳德怔了一下，眸光略有收缩，低声重复道：“极端恐怖、难以名状的东西。”旅馆房间内，克莱恩带着新密偶传送了回来，他随即让密偶侍立在侧方，自己找了张椅子坐下，边打量研究边叹息了一声。一个怪物途径的非凡者，但还是不如塞尼奥尔，没法藏在金币表面，随身携带，只能始终跟在旁边。从非凡途径看，他在玫瑰学派内部不属于核心人员，可本身的序列并不低，应该有得到一定的重视。也就是说，如果不给他乔装改扮，很容易就会导致我被玫瑰学派的人盯上。反过来想，似乎也可以用它做鱼饵，再钓一只怨魂回来，到时候他独自行动，我藏在接近200米的远处，等待猎物上钩。不行，不能被贪婪影响。南大陆是玫瑰学派活跃的地方，一旦暴露行藏，以欲望母数对我的重视，不仅圣者会过来，天使也许都将直接降临。还是给这个密偶乔装改扮吧。作为一名无面人，我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不错的。然后继续用玄学的办法寻找下一个密偶，等待达尼兹那边完成调查，等待阿兹克先生过来找我。克莱恩迅速有了决断，并结合种种办法，初步弄清除了新密偶的位阶和拥有的非凡能力。这是命运途径的序列5赢家，其中这条途径的序列9怪物属于灵感超高的类型，经常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以至于偶尔能窥见未来的画面，对危险有着敏锐的直觉预感。这个序列的非凡者常常会陷入某种恍惚的状态，呢喃起别人听不懂的话语，以至于被当成真正的怪物。对应的序列8是机器，非凡者将获得恐怖的计算能力和精准的控制力，与身体相关的各方面素质都明显增强，成为格斗、射击等领域的天赋者。同时他们也拥有了占卜和反占卜的能力。序列7叫幸运者或幸运儿，这个层次的非凡者在日常生活里经常会遇上出门捡钱、人体描边、头如同期望、喜欢的女孩子刚好喜欢自己等事情，但无法控制，属于被动。而且这种幸运并不固定，有高低起伏，有时特别厉害，有时如同普通人，所以很难完全依靠，得尽量节制。序列6是灾祸教室，一方面非凡者会被动的遭遇各种灾祸，但可以预见，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找到消除或减轻影响的办法。另一方面，他们能主动的引来不同程度的灾祸，将目标或敌人波及进去，自身则依靠幸运方面的特长，规避掉绝大部分危险，趁乱发动攻击。简单来说就是他们能够将对手拉入最能发挥自身优势的环境。当然，许多灾祸教士也能充分利用自身被动遭遇的那些危险来打击敌人。同时，灾祸教士还可以制造精神风暴，依靠自身高于其他途径的灵性，直接影响对方的精神体，带来一定程度的眩晕或心智的迷失。如果灾祸教士的敌人进入了后面那种状态，就会非常容易犯错，让灾祸越滚越大，直至将它吞噬。而到了序列5赢家，非凡者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住自身的幸运了。他们既可以依靠本身的节制，积累起大量的幸运，在关键时刻以戏剧性的方式多次化解致命危机，也能时不时在平常生活里遇到概率极低的好事，比如因某些人的失误，莫名其妙有了一笔遗产等待继承，比如由于走路姿势奇怪等让人感觉滑稽的原因，得到了优秀异性的青睐，比如追赶的敌人愚蠢迷路或判断错误。在这个层次，命运途径的非凡者直觉预感达到了很强的水准，无论占卜还是反占卜，都称得上神秘学专家了。另外，
他们还能有限度的给予敌人厄运，让目标变得较为倒霉。怪物途径的非凡者真是走极端啊！除了灵性相关和命运领域，几乎没有别的非凡能力，就连身体素质和计算能力都只有机器这个阶段提供，后续提升的相当有限。这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标准神棍，没什么攻击和防御能力，全靠直觉预感和命运眷顾生存。不得不说，这是22条非凡途径里最特殊的一条，其余我都能找到或猜测对应的相近途径是什么。只有怪物显得那么不合群，孤零零一条。也许以命运为主体的非凡途径注定孤单。克莱恩暗自感慨了几句，对怎么应用自身密偶有了一定的想法。当然，他还需要去灰雾之上占卜，看被动的幸运和灾祸在非凡者已实质死亡的情况下是否还存在。若是存在，克莱恩就得时不时面对灾祸的考验了。相比较而言，还是血之上将塞尼奥尔这密偶更好。人呐，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和后悔。克莱恩自嘲摇头，从怪物途径的特点出发，想到了几种对付他们中低序列非凡者的有效办法。一是让他们猝不及防的直接看见他，让他们因直视灰雾或别的画面，遭受精神的洗礼和肉体的伤害，趋于失控。二是将特殊的物品扔出去，让能看见不该看见画面，听到不该听到声音的怪物们接受考验。在这方面，克莱恩手上有一颗源于高等恶魔的血液晶体可以发挥作用，异于者的气息。三是引诱他们对他施加厄运，然后假装倒霉，趁机反扑。思绪纷呈间，克莱恩让密偶主动掏空口袋，拿出了35磅10苏勒7便士现金和一个皮夹。那个皮夹表面和内侧分别绣了一朵花和一个名字，似乎是全手工定制而成。恩佐，不管是不是你的名字，你都叫恩佐了。克莱恩瞄了侧方的密偶一眼，目光顺势下落，停在了对方右手戴着的那枚镶嵌绿宝石的铂金戒指上。经过占卜，他得知那枚戒指叫绿华，效果很单一，就是治疗各种不算太严重的疾病和伤势。正因为如此，它的负面影响也很小，仅仅是招惹蚊虫。还好不是我戴。怪物途径的非凡者好像都很少佩戴神奇物品，哪怕有，也顶多一两件比较低层次的，这是命运的要求。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收回目光，看向凝视墙壁的密偶恩佐，心里有个冲动越演越烈。他想借着怪物途径密偶的眼睛看一看自己，想知道对方究竟能看见自身什么特殊之处，这会不会非常危险？哪怕我自己看见，也会出现失控。不，之前停根式的阿德米索尔在不到序列9的情况下直视了我，也只是眼睛流血，疼痛了一段时间。虽然我现在有了极大提高，但刚才赢家恩佐看到我后，也不是直接崩溃，和我遭遇绝望魔女潘纳蒂亚部分神话生物形态时的反应有点像。去灰雾之上做个占卜，不行，这涉及灰雾本身，结果肯定会受到干扰。于现实世界依靠本身的占卜能力尝试。克莱恩随手掏出了一枚金币，让他在指缝间翻转跳跃。过了一阵，那金币铮的一声弹起，又落了下来，掉至克莱恩的掌心。第179章奇异的画面。克莱恩低头看向掌心，眸子里映出了金币的模样，他正面朝上，显现着国王头像。这表示肯定，表示克莱恩应该利用密偶的眼睛看一下自己。获得这样的启示后，克莱恩依旧犹豫，想着要不要举行仪式，把密偶恩佐带到灰雾之上，于那个相对安全，能让灵体受到的伤害和污染都被彻底抹除的环境中再做尝试。可是他怀疑这样根本不会有结果，因为命运途径的非凡者本身注意到的就是那片神秘空间在现实在他身上的投影，到了灰雾之上，类似的特异很可能不复存在。这就像试图观察大象外在的体型，却钻进了目标的体内。手指一根根缩起，握住了金币。克莱恩沉默许久，终于有了决定。他豁然站起，拿出仪式银笔，制造了一片灵性之墙，将房间笼罩于内。这是在防备可能出现的凄厉惨叫和奇怪动静传出去。紧接着，克莱恩又布置仪式，将蠕动的饥饿献祭到了灰雾之上。他害怕等下自身状态出现问题时，这手套会反噬佩戴者，这是蠕动的饥饿本身就固有的属性，一旦不能吃饱，不能保证每天吃一个人，他就会以佩戴者为食，而克莱恩饿他的时候比喂他的时候多。条理分明，丝毫不乱地做好了其他准备。克莱恩伸手将血之花戒指从密偶恩佐的手上取了下来，往自己左掌凑去。
这能保证他就算肉体受到了严重伤害，也可以恢复过来。即将戴上时，克莱恩想了想，又停顿下来，拿出纸笔，写了一句话。记得取戒指，他这是担心试验结束后，自己受血之花降至影响，不想将它取下。到时候，或许就需要一位美丽的公主来吻醒我，不，来帮我拔戒指。克莱恩自嘲一笑，吐了口气，脱掉衣物，戴好了戒指。然后，他将目光转向了新密偶赢家恩佐。事前的犹豫和内心的退缩总是不可避免，但只要下了决心，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的他已然能勇往直前，坚定不退。略作调整，进入冥想状态后，克莱恩就让密偶缓缓转过身体，望向了自己。借助赢家的眼睛，他首先看见了一层薄薄的、有点往外弥漫的灰白雾气。雾气之中，隐约有一道沾染了些许青黑的灿烂光门。那光门由数不清的层层叠叠的光球组成，每一个光球的本体又是一堆堆和抱成团的扭曲蠕虫。那些蠕虫有的透明，有的半透明，带着或复杂难言或意象深远的符号与图案。克莱恩还未来得及看清楚具体的细节，脑海豁然就嗡了一下，整个人随之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他缓慢醒转过来，一时竟有点失忆，差点以为自己是正常睡到了天明。发生了什么？窗外夜色还很深，克莱恩双手一撑坐了起来，这才发现自己竟躺在地板上。这时，他眼角余光瞄到了旁边失利的密偶恩佐，脑海内猛然就涌现出大量的画面和声音。对啊，我刚才是在研究怪物途径的非凡者能从我身上看到什么。这是受刺激超过限度，直接就晕了过去。我依稀还记得当时有听见痛苦的嘶喊声，这是我自己发出的。找回记忆的克莱恩连忙审视起自己的身体状态，愕然看见体表有一道又一道鲜血淋淋的狰狞伤口，似乎有什么东西从内部钻了出来。此时，这些密密麻麻的伤口处，血肉正在蠕动，异常快速的重组为整体。克莱恩随即望向地板，只见自己刚才躺着的位置，血液映出了一道身影。还好戴了血之花戒指，要不然说不定就因肉体崩溃带来的重伤缓慢死去了。不知道这样的死亡在复活之后是人类形态还是怪物形态。克莱恩抬手揉了揉额角，目光扫向四周，发现桌椅有倾倒，但灵性之墙未破碎，这让他真正松了口气，确定刚才的异变仅限于他自己的身体和附近很小范围的地方，并没有往外扩散。而从伤口的恢复情况来看，克莱恩判断自己失去知觉不超过1分钟。他扶起椅子坐了下去，觉得自己似乎遗忘了什么，却又想不起来。直到本能的处理起现场，看见一张纸条上写着记得取戒指这句话，他才恍然大悟，拔掉了左手那枚镶嵌红宝石的金戒指。更多的记忆随之浮现，克莱恩又后怕又好笑的摇头低语道，幸运有的时候真的很重要，如果刚才血之花戒指的负面效果随机到最强，我说不定都不认识单词了，也就无法获得提醒。见身上的伤口已恢复的差不多，他让密偶恩佐重新戴上血之花，取下了绿华戒指。借助后者的治疗，克莱恩不再感觉有不舒服的地方，将关注点放回了之前看见的画面，那是命运途径非凡者在他身上看见的画面，染着少许青黑的光门，无法数清的光球和抱成团的透明和半透明蠕虫，神秘复杂，蕴藏着大量知识，却又让人无法得到反馈的符号和图案，这些都象征着代表着什么？这是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对应的某种神话生物形态，属于序列灵真神层次的那种。因为有灰雾的阻隔，所以只有命运途径的非凡者才能直接看见，承受冲击和污染。同样，也是因为有灰雾的阻碍，命运途径的非凡者才不会像执事神灵一样完全崩溃，但也得不到什么知识。克莱恩思考了一阵，开始试着用占卜的技巧解读那幅画面蕴藏的象征意义。光门有点像学徒座椅后面的符号，又似乎指向门先生。无数层叠的光球与我冥想的内容一致，而后者源于地球某些小说构建的神话体系。是我潜意识受到影响，选择了相近相似的记忆，还是我的选择反向影响了灰雾中那幅画面的表现形式？扭曲的透明蠕虫贴近霍纳奇斯山脉主峰巨大王座上的那团，但又有点不一样，这属于占卜家途径的序列灵语者，半透明的没怎么看清，难以判断。还有表层那青黑的颜色，总是让我联想起那片神秘空间深处我还无法攀登上去的地方。站在最高那层光之阶梯时，能看见半空凝聚的云气上
有点青黑呈现。克莱恩想了半天，未能得到答案，只好暂时将此事压入心底，等待将来有了更多情报、更多线索再分析。处理好现场痕迹，他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准备对自身状态做一次更加全面、更为彻底的检查，并确认密欧恩佐是否还有被动的幸运和灾祸。拜亚姆贫民区一个不是太大的破旧房间内，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坐于桌后，看着门口，听到了有特殊节奏的敲门声。进来，他没有刻意掩饰自己嗓音的开口道。木门吱呀一声打开，戴着兜帽、披着黑袍的倒吊人走了进来。看到对方遮遮掩掩的装扮，加德利亚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沉重眼镜，微微笑道：“你这样走出去，不用5分钟就会被风暴教会的人包围。”他并没有做什么伪装，因为他知道自己让格尔曼斯帕罗登上未来号的事情早在海上传开。倒吊人不难猜到星之上将就是英哲女士。阿尔杰没直接回应，边关上房门，拉开椅子，边不落下风的说道：“你这样走出去也是他的意思是，星之上将在7大海盗将军里仅次于地狱上将，且疑似和格尔曼斯帕罗关系密切，属于风暴教会和黑夜教会等多个势力追捕的主要目标。赏金已然升至45000镑，不管走到哪座城市，只要不做伪装，被人认出，都意味着许多麻烦将要到来。”加德利亚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转而看向倒吊人被兜帽挡住的脸孔道：“在我面前，这样的装扮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我尊重你的选择。”他保持着戴眼镜的状态，气势很足，非常自信，不愧是星之上将。在兜帽下还额外戴了张面具的阿尔杰没去纠结伪装方面的事情，直入正题道：“感谢你提供帮助。”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将右手放置左肘道：“我很好奇，以你现在的实力，加上本身具备的资源，即使没有我的帮助，也应该能处理好工匠的问题，为什么还要额外找我？”阿尔杰早有准备，简单说道：“我并不想成为别人讨论的话题。”加德利亚似乎把握到了对方潜藏的意思，沉吟了几秒道：“我需要更多的情报。”阿尔杰轻轻点头道：“根据我的观察和猜测，工匠应该是被信仰原始月亮的那些人控制了，后者属于南大陆原本就存在的那个派系，而非生命学派的叛徒。”加德利亚表情未变，想了想道：“你为什么不找月亮先生？他对这方面的事情应该很感兴趣。”阿尔杰勾了勾嘴角，嗓音如常的回答道：“如果我们都解决不了，我或许会这么做。”第180章工匠的来历。加德利亚明白倒吊人的意思是，如果问题很大，那可以借助月亮，将血族整体扯入这件事情，在混乱中挽回损失，攫取好处。他随即笑了笑道：“如果事情严重到了那种程度，为什么不直接找世界？这样似乎更简单。”阿尔杰沉默了几秒道：“我必须证明我有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那是最后的选择。”听到他的回答，星之上将加德利亚顿时有了些联想，倒吊人很重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的看法啊，因为对方是愚者先生的眷者。还有，他这样的态度或被克兰德、特里尔等地方流行的政治笑话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一致。遇见问题或犯了错误，第一反应就是压下去，找别的办法解决，不能让上司或委托者知道。这说明倒吊人曾经甚至现在都属于组织严密的大势力，染上了这样的风气，掌握了相关的技能。风暴教会，不，这样的人在里面是一端。五海之王的船队。念头起伏间，这位海盗将军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沉重眼镜，将话题导回了正轨，继续讲那位工匠的事情吧。阿尔杰像是早就准备好草稿一样，没有回响，没有停顿，语速不快不慢的说道：“曾经为了掩盖那位工匠的身份，不让这个渠道被其他人掌握，我故意将他塑造为了蒸汽教会的内部人员，可实际上他很早之前就因为喜好名酒，沉迷美色，极为挥霍，不得不替野生非凡者制作物品赚取金钱来维持生活，叛逃出了蒸汽教会，躲在拜亚姆。这一次他先是奇怪染病，被不知来历的人监控，然后就被疑似信仰原始月亮的那些人控制，自我宣称获得了新生。”加德利亚认真听着，镜片后略呈紫色的眼眸显得极为专注。等到倒吊人讲完，他沉吟了一下，开口问道：“因为工匠绝不会缺少神奇物品，而且他们很懂得各种非凡效果和负面影响的搭配，实力肯定能达到序列5层次。那些原始月亮的信徒究竟是用了什么办法，才能在不伤害到那位工匠的情况下控制住他？有半神出手？”阿尔杰缓慢摇了摇头道：“这方面暂时没有任何线索，但据我观察，
那位工匠表现出了一定的自愿成分，我怀疑威胁逼迫的同时，还存在针对弱点的诱惑。他间接否定了这件事情有半神参与的猜测。星之上将加德利亚点了点头。那些原始月亮的信徒又是怎么找到这位工匠的？按照你的描述，这位工匠一直都只和熟悉的、值得信任的朋友交易，并不太喜欢拓展自己的渠道。在安全方面可以说非常谨慎。阿尔杰迟疑了一下道：我并不是太确定，但我有一个猜测。我曾经帮世界卖过一份狼人非凡特性给那位工匠，而狼人这条途径属于异种，无论配方还是特性，都被玫瑰学派牢牢掌握着，少有外流。同样的，南大陆信仰原始月亮的那些人基本属于玫瑰学派。加德利亚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已然弄清楚倒吊人的猜测是什么。他怀疑那份狼人非凡特性有潜藏的涉及隐秘存在的问题，导致工匠被玫瑰学派盯上了，而这也是玫瑰学派能牢牢控制住一种途径配方和特性的原因。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又提了几个问题，都得了满意的解答，最后问道：那位工匠叫什么？来自哪个国家？他是英蒂斯人，他自称夏尔夫。阿尔杰一点也不啰嗦的回应道。夏尔夫。加德利亚眉头微皱，低声重复起工匠的名字。这有什么问题？阿尔杰见状，直截了当的问道。你听说过他？在阿尔杰看来，星之上将是个经验丰富、背景深厚、善于控制自己的强者。如果不想就夏尔夫讨论什么，即使有疑惑有异常，也不会表现得这么明显。基于这样的判断，他选择一点也不避讳的出口询问。加德利亚沉默了片刻道：罗塞尔大帝的长子叫做夏尔，和这个名字很接近。不等倒吊人开口，他自顾自说道：这位王子在大帝遇刺后没多久，就因恐惧和担忧病逝。当时索伦家族希望能吊死和放逐他的后代，但蒸汽教会选择接纳他们成为神职人员。阿尔杰有所恍然的微微点头。你怀疑这是那位王子的后裔？在英蒂斯，在福萨克，在北大陆绝大部分国家，用祖先的名字或相近的名字做自己的名字是一种不算太少见的现象，代表荣耀的传承。所以越是显赫的家族，越多某某某二世、某某某三世。当然，在完全没关系的两个人身上出现重名也是非常多见的情况，但工匠夏尔夫并不仅仅只有一个名字，他还出身蒸汽教会。他是英蒂斯人，他到了工匠这个层次。面对倒吊人的问题，星之上将加德利亚轻轻颔首道：如果能够弄到他的血液，我很快就可以确认。阿尔杰明白原因，没有多说，转而问道：你现在就行动吗？我可以提供辅助。加德利亚眼镜表面反射了下窗外照入的绯红月光。不，我打算再做一段时间的观察，至少我们要弄清楚那些信仰原始月亮的人控制工匠夏尔夫究竟为了什么。如果他们只是想让工匠为他们效力，制作神奇物品，那事情就很简单很轻松。而如果有别的目的，那问题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更加复杂，需要做更多的准备。不愧是星之上将。阿尔杰点了点头道：我不能在拜亚姆待太久，会引人怀疑。若是你需要我辅助，那就尽快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倒吊人缓缓起身，拉了拉兜帽，退出了房间。已知小工匠夏尔夫目前住处的加德利亚摘下那副厚重的眼镜，捏了捏眉心，拍了下掌道：西斯，进来。吧。门缝处的阴影里，黑暗突然涌动，长出了一道瘦高苍白的身影。他鼻梁高的夸张，脸部皮肤近乎透明，一副正在生病的模样，正是未来号的二副蔷薇主教西斯道尔。加德利亚望向他道：具体的情况是，接下来交给你了。是。船长西斯道尔简单回应后又缩入了阴影里。加德利亚抬起右手，停顿了几秒道：最近远离弗兰克，他的蘑菇实验出现了停滞，我担心他又冒出什么新想法。我第二个密友的位置，克莱恩握着2根树枝，连续低念，却没看见他们出现转动。这意味着占卜失败，或者古拉因城没有非常适合他的第二个密友。神秘学的办法看来暂时没用了，等明天收拾一下就离开这里。克莱恩嘀咕了一句，随手将树枝扔进了垃圾桶内。他身旁实力的密友恩佐虽然不敢直视主人，只能望着地面，但依旧熟练地泡好了一杯红茶，递向克莱恩。这位赢家与之前相比，表面已晒得发红脱皮，等到这一切好转，他将拥有一身黝黑的皮肤。克莱恩为了伪装新的密友，让他不被玫瑰学派的人认出，有带着这位先生旅行至阳光酷烈的海边，做长时间的暴晒。
同时他操纵密偶自己剃掉了大部分头发，只留下薄薄的一层，配合眉毛的勾勒、脸部的堆粉、高光暗影的重造和墨镜的佩戴，恩佐似乎换了个人，即使是非常熟悉的朋友，也很难分辨出来，除非那是无面人。除了现实上的乔装改扮，克莱恩还有做神秘学上的处理，一是纸人天使的拥抱，二是阿兹克铜哨的随身携带。另外，他也初步确认赢家被动的幸运和灾祸无效，但不知道是成为了密友的原因，还是灰雾的关系。接过红茶，喝了一口，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面前茶几上摆放的东西拜朗地图，考虑起接下来去哪里寻找第二个密友。就在这个时候，他四周各种颜色陡然加深，就仿佛被画家用油墨重新勾勒了一遍。紧接着，一道人影在密友恩佐身旁勾勒了出来，他戴着丝绸礼帽，穿着黑色礼服，身材中等，肤色古铜，眼眸沧桑，五官柔和，右耳下方有颗细小的黑痣，正是阿兹克艾格斯。阿兹克先生终于来了。克莱恩先是惊喜，旋即注意到对方出现的位置是密友旁边，这让他脑海内忍不住浮现出了一幅好笑的画面。依靠铜哨定位的阿兹克先生就像上次一样，刚一到来就抓住铜哨携带者的肩膀，借助临界穿行离去，而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想伸手阻止，却慢了半拍，不得不凝固于身前。阿兹克和上次相比，似乎沉默了一点，看了眼又是新面孔的克莱恩道：做好准备了吗？